12月1号，据环球时报报道，印度海军的特种部队已在班公湖地区部署到位，他们很快就会有新的作战建制。加上此前已经在班公湖地区部署的印度空军和陆军特种部队，印度军队3军特种部队以这种形式在班公湖地区据守。让人感到蹊跷的是，为何向内陆湖增兵海军的特种部队？按照印度军队的说法，他们部署海军特种部队到班公湖地区，目的是为海军特种部队提供在极端严寒的天气条件下作战的机会。不过，有军事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班公湖面积只有604平方公里，湖面并不适合进行大规模作战，但是印度空军和陆军的常规部队和特种部队并不适应这种环境。印度军队无奈之下，只能派遣看上去精通水性的海军特种部队驰援。从另一个角度看，印度持续向班公湖地区增兵，显示他们还想为谈判增加手中筹码。但分析认为，这种将海军特战部队部署到严寒的班公湖地区，不仅不能增加筹码，还会制造出新的军事笑话。印度边境部队的供给困难，印媒悲叹解放军的条件太好了。实际上，印度现在在边境部署了超过5万大军，在夏天的时候，一切状况尚可以应付。在严冬季节到来之后，印度军队最主要的敌人不再是中国解放军，而是严寒的气候。据媒体报道的印度陆军17军帕努将军对媒体表示，10月以来，印度部署在边境的军队每天都面临非战斗减员的惨状，很多印度士兵因为严寒造成各种疾病，不得不送到后方医治。此前，印军官方承认，印度工业企业无法为印度军队制造防寒服装，从国外进口将是印度难以承受之重。因此，印军因为严寒这种非战斗原因减员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并不是令人震惊的事情。在物资供给方面，印度空军虽然拥有从美国引进的先进运输机，但是在边境地区地形复杂，空投物资散落在几公里范围，这同样是增加了边境印度士兵的工作量。他们每天不仅要保持像样子的巡逻，还要漫山遍野地搜寻空投物资。相对于边境印度军队的惨状，中国这边的解放军状况要好太多。中国官方媒体披露了不少边境解放军的供给状况：无人机高精度投送物资、新型可拆卸保暖营房、供暖设备以及先进的武器装备。更甚的是，在海拔几千米、零下数十度高寒的边境营地，解放军士兵还能吃上热乎的火锅。印军首要敌人是他们在新德里指挥的将军。不管是在人类过去数千年的各种规模的战争，还是当代战争，战争打的不仅仅是开火时的万炮齐放，还要打后勤补给。敌人不仅仅是对方的士兵武器装备，有些时候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就如印度军队原本和平安宁的边境，非要整出事情来，整出事情来了，给了台阶还不下，还要开口漫天要价。要价不成，现在居然连海军特种部队都部署到班公湖地区。原本面对严寒气候补给作战就不是强项，还要增加自己的难度。可以说，印度军队的首要敌人不是别人，而是在新德里指挥的印军将军们。中国有句古话，印度人应该好好体会一下：大将无能，累死。国防工业是世界上最赚钱的行业，美国的军工企业证明了这点。仅在美国，美军的各项采购一年就达到了3890亿美元。作为全球领军的国防工业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它的利润就超过了7600亿美元。国防工业中最赚钱的当属空军武器装备。过去100年的发展历程显示，差不多10年时间就有更新换代的需求。除了出售新型战机，现代战机的后勤维护费用也是不菲，这让服务于美国空军的工业集团获益匪浅。美国3大国防航空工业企业分别为洛克希德马丁、波音以及诺斯罗普格鲁曼，他们每年从美国国防预算中拿走超过1000亿美元。除此之外，洛克希德马丁还向全球高价销售 F-35隐身战机，赚取大量利润。海军武器装备方面，虽然美军最新的福特级航母造价高达130亿美元，但是航母的数量有限，相对于美军拥有1万架以上的军机而言，美军现役只有290艘军舰，其中航母只有11艘，而福特级航母上搭载70多架军机，造价就接近100亿美元。美军一年7000亿美元的军费，除了维持美军武器装备的先进性，还有一个重大的目的，那就是维持美国强大的国防工业。不仅能够让军火商赚取大量利润，也能解决不少就业问题。
另外，强大的美军让美国维持其全球的霸权，向全球收取美元金融税，其间接获利将远超投入的7000亿美元。因此，在美国的军事经济逻辑中，投资军事武器装备就是投资美国的建设。也正因为如此重金投入，让美军拥有了一大批远超全球的吸金怪兽。列举一些美军造价超过1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可窥一斑。鱼鹰 V22 直升机1.18亿美元，1989年服役贝尔同波音联合制造；福特级航母130亿美元，2017年服役诺斯罗普格鲁曼；B2轰炸机21美元，1989年服役诺斯罗普格鲁曼；布什号航母62亿美元，2009年服役诺斯罗普格鲁曼；E2D 鹰眼预警机2.32亿美元，2010年服役诺斯罗普格鲁曼；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70亿美元，2016年服役诺斯罗普格鲁曼；P8A 海上巡逻机2.56亿美元，2013年服役波音；海狼级核潜艇30亿美元，1997年服役通用动力公司；RQ4 全球鹰无人机2.227亿美元，1998年服役诺斯罗普格鲁曼；洛杉矶级核潜艇15.6亿美元，1976年服役通用动力公司；哥伦比亚级核潜艇145亿美元，通用动力；F-22隐身战机3.5亿美元，1997年交付洛克希德马丁；空军1号6.6亿美元，2017年交付波音公司；弗吉尼亚级核潜艇25亿美元，2004年交付通用动力；E8C 指挥机2.7亿美元，诺斯罗普格鲁曼。当笔者列出美军现役这些超过1亿美元造价的武器装备之后，发现赚取了7600亿美元的洛克希德马丁简直弱爆了。可能在赚钱方面，洛克希德马丁是最多的，但真正的美国国防工业强者是海空武器之王诺斯罗普格鲁曼，从航空到造船无所不能。实际上，该公司还是美军导弹、雷达、IT 产业主要供应商。另外，该公司还为美军提供军事卫星和激光武器系统。一般情况下，我们称美军的3大军火商分别为洛克希德马丁、波音和雷神。但是整理发现，美军中最昂贵的产品大多是出自诺斯罗普格鲁曼，且该公司研发的产品很少出售给美国之外的，即使 RQ4 全球鹰出售，也是在服役10多年后的事情。我国旅美专家学者程小农曾在北斗组网收官后第6天发表文章称，中美冷战已进入快车道，其主要成因完全是美军近半个世纪对中方所采取的失败战略所致。对方似乎天真的认为，坚持自己四处挑衅就能实现遏制我军乃至我国发展的目标，但美军得到的冷冽现实只能是我们连串的秀肌肉动作和一副一如既往令美军头疼的硬骨头的架势，所以美军对于印太地区的所有幻想都毫无疑问地破灭在冷冷的海风中。而今远渡而来的美军不得不切换思考方式，地缘因素所导致的思维方式是难以在瞬间改变的，所以美军找上了印太地区的本地海军，联络感情，互通有无，交流战术，这就形成了目前我们有所耳闻的4国联盟，这样一个言不正理不顺的4方组合体。2020年11月，这4国海军举行了据称规模最大的海军演习，印度洋上军舰、潜艇、战机一时间数量可观。由于这4方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美国尚未正式签署任何军事互助条约或其他联盟条约，而且据称这正是这一联盟的优越性。相比于其他固定关系的联盟而言，这4国间互动性质就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机动性。说白了，你不知道他们聚在一起会干什么，但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其中除了澳大利亚仅与中国存在一定经济往来，其他3方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对于中国存在一定的军事干戈。这让我们如何接受4国联盟不会变成针对解放军而来的军事联盟组织的说法呢？而实际上，经过其中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胡作非为般的挑衅示威后，他们也应当了解到，武力是万万不能让中国之崛起被搁置的。美国战略研究中心专家格里高利·波林称，军事方面，这4个成员对自己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定位各不相同，所以不太可能成为正式军事联盟。那么，如何在无法达成战略共识的前提下，实现他们的共同愿望，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呢？10月25号，中东半岛电视台网站消息称，波林认为，如果中国想要达到全球领军地位，那么就需要在某些规则内运作，而这个联盟中的任何一方要想让中国的步伐为他们有一丝倾斜与停顿，哪怕是五角大楼也无法做到。但是当这
四方组成了这缺了一角的联盟，再拉拢欧洲、东南亚的一些利益方，或许就能够实现这一梦想。但是众所周知，世界影响力，不论是经济还是军事，都不是你进我退的简单商量，甚至不打商量的威胁所能造就的。我们一贯倡议共同开发、共同进步，让这一切变得不协调、难以合作的，正如程小能先生所说的，一直是五角大楼所主导的对华的幼稚想法所致。说到底，还是有人害怕失去某些绝对的地位优势，还难以接受大势已去的现实罢了。大部分军事专家普遍认为，在现代无人机战争中，俄罗斯处于弱势地位。作为军事大国，俄罗斯无人机的研发看上去处于严重的滞后状态。除了尚未服役的苏57隐身战斗机的僚机猎人无人机，俄罗斯拿得出手的无人机的确少得可怜。低估俄罗斯电子技术是愚蠢的。不过，国际军事观察人士发现了一些蹊跷指出，事实可能并不是大家表面看到的那样。实际上，低估俄罗斯的无人机技术及电子技术是任何国家军队最危险也是最愚蠢的行为。虽然俄罗斯近些年耀眼的武器明星是新近研发的核武器、高超音速武器、现代军用无人机以及新型常规武器少得可怜。如果据此做出简单的结论，除了核战争，俄罗斯将在常规战争中被击败，这毫无疑问是愚蠢的。叙利亚战场给了军事观察人士分析的窗口。在很多人认为土耳其发动的无人机战争欢呼时，俄罗斯给了他们意外的打击。普京总统甚至可以骄傲地宣布，美军都撤退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依旧坚不可摧。看着叙利亚战场，俄罗斯军队面对叙利亚国内的各方武装力量的挑战可以忽略不计。实际上，这里是大国的角力场，除了美军，北约的军事势力也在这里展现，还有土耳其军队的存在。他们总是时不时地发动一些局部小范围的战争。美军为何绞尽脑汁地想要攻击俄罗斯军事基地，却未能成功呢？众所周知，俄罗斯在叙利亚有2个重要的军事基地，赫梅米姆和塔特斯军事基地。这2个军事基地对驻扎在叙利亚的军队重要性可想而知。过去数年时间，美军、以色列、北约军队、叙利亚国内武装以及土耳其都一直在寻求打击俄罗斯军事基地的方法。使用先进战斗机、军舰发射先进的导弹和大型武器攻击俄罗斯的军事基地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不能选择的作战方案，因为俄罗斯拥有大量核武器，对一个核大国军事基地发起导弹攻击是非常危险的。这些想攻击俄罗斯军事基地的各方力量，在过去几年经常尝试的方案是利用无人机、火箭弹攻击，特别是土耳其一度想用无人机战争来给俄罗斯施加压力，但是几年攻防战下来，没有无人机、火箭弹进入到俄罗斯2个军事基地的范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无人机不够先进，还是俄罗斯防空系统是最好的，或是因为美军、以色列、北约军队对俄罗斯很友好？别忘记了，俄罗斯赫梅米姆和塔特斯军事基地一直是以色列无人机的测试靶场。俄罗斯一出手，土耳其无人机便大量离奇死亡。实际上，观察人士应该发现了土耳其同叙利亚在伊德利卜和利比亚战场上的无人机战争。一开始，土耳其的无人机在 M4、M5 高速公路的战争中表现得非常出色，让叙利亚的军队出现巨大损失。一度出现土耳其的无人机占据了伊德利卜的天空，击落了叙利亚的米格29战机。但是当俄罗斯军队一出手，戏剧性的场景就出现了，土耳其的无人机纷纷离奇死亡。被西方军事专家宣称合欢后的土耳其无人机战争迅速落下帷幕，土耳其军队不得不撤出很多已经占领的地方，被俄罗斯军队逼迫地坐下来签订了停战协议。毫无疑问，土耳其低估了俄罗斯的电子战能力，缺少先进军用无人机的俄罗斯军队却拥有先进的对抗无人机的电子战武器，这让他们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可以说，无人机不会成为俄罗斯军队的噩梦，反而是俄罗斯的电子战技术会成为无人机的噩梦。